看过今天的视频，我才知道，用了30年的卷尺竟然白用了，竟然还有那么多隐藏功能。快跟着视频来看看有哪些奇妙功能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卷尺是一种常见的测量工具，它的设计精巧，不仅便于携带，而且功能多样。我们将详细解读卷尺上部件的用途。卷尺是居家必备的，日常测量都需要用到卷尺，但是你真的了解卷尺全部的功能吗？我们都看不懂，更不会用，所以就会觉得它是多余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每一处设计都是存在即合理的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，其实只是没有遇到它的用处，当遇到了，或许就能知道答案。第一点，隐藏的小地方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了。卷尺上一般都会标注有2个数据，上面标注有 3.0 的数据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卷尺总共的长度是3米，下面小的字体则表示卷尺，底部的这个长度为66毫米。不知道你在测量像这种拐角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的方法是不是将卷尺折起来测量？其实像这样测量得到的数据就不会十分的准确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卷尺盒的长度，也就是将卷尺盒竖直的放在地面上，拉动我们的卷尺，等卷尺拉到需要测量的长度的时候，黄色的开关将它按压下来，固定住读取卷尺上的长度，再将卷尺上的长度加上卷尺盒的长度66厘米，得到的长度就是准确的长度了。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第二点，经常用卷尺人可能会发现，卷尺前面小铁片是可以前后移动的，移动的距离大概在1毫米左右。很多朋友都不理解，厂家制作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固定死？卷尺这样的设计是非常科学的。当测量物体的外侧距离时，将卷尺向后拉，加上这1毫米的距离，才是起点的开始距离，这样测量出来的尺寸才是最准确的。当测量物体内侧尺寸的时候，卷子就会往回缩1毫米，因为铁片本身就有1毫米的厚度，回缩的1毫米刚好抵消铁片的厚度，这就是小铁片为什么要设计来回活动的原因。这个小铁片的灵活程度也是卷尺很重要的一个质量要求，在购买卷尺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铁片灵活度以及做工是否精细。第三点，许多朋友可能会误以为卷尺上的夹子是用来挂在腰带上方便携带的，其实它的真正用途远不止于此。这个夹子实际上是用来配合燕尾夹和笔进行标记的。当我们需要在一个物体的特定位置做标记时，只需将燕尾夹折叠起来，然后轻松地将其卡在卷尺的夹子上，再用笔在相应的位置做上标记。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准确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。第四点，就是这个黄色的可滑动的开关，这个开关相信很多人都会使用的。作用就是固定卷尺，在测量的时候将卷尺固定住，从而使卷尺不被弹回。如果卷尺拉得很长，又没有固定住，一旦弹回，就会有可能造成受伤的情况。卷尺是由铁片做的，十分的锋利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割伤。我们测量长距的时候，用这个给它固定住，那测量的数据就会更加的准确。这个小小的开关作用还是很大的。第五点，我们可以看到卷尺最顶端有一个类似于长方形的小孔，小孔的旁边还有凹槽的样子。那么这个是设计者设计出来的样子，看
看着好看吗？当然不是为了好看，卷尺上面的这个小孔到底是什么作用呢？这个小孔主要是搭配钉子来使用的。这种情况更适合在一个人测量的情况下，比如要测量两个钉子之间的距离，或者是一个人测量距离比较长，物体或者是空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把卷尺拉得很长，另一头又没有人帮忙的话，就很难测准确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需要测量的物体的另一端，把这个钉子先固定在那一个地方，再把卷尺稳稳地挂在这一颗钉子上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非常稳固，测量出物体之间距离了。卷尺上面的这个小孔，它的宽度和钉子的厚度是刚刚吻合的，悬挂得非常的结实稳固，不会轻易松掉。这样在一个人测量的时候，也可以很轻松很准确地测出距离，是不是非常的棒呢？家里一般是用不上卷尺的，但是有些时候又少不了，所以说很多人家里面也都会准备上一个，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沦落成了孩子们的玩具。很多人家里都有的卷尺就是这样的一种物品。平时也不怎么用测量东西，但是有时候也是需要的，就会准备一个卷尺。很多时候家里面的孩子就会把这些东西当玩具玩，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玩过吧。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东西，拉出来就能测量长短，关上开关就能卡住让尺子不会卷回来。今天再给大家说说什么样的卷尺评价好用的卷尺。卷尺就是使用起来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，外观的设计也是非常不错的呢。价格便宜，非常好用，买个小的就可以，家里用比较方便。家里平时有买些东西，难免会用尺子来测量一下，比如买地毯，需要测量才能买得合适。卷尺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极具实用价值的工具，是衡量、计量和规划的得力助手。它的存在让测量变得轻松而精准，是建筑工地、家居装修、裁缝设计等领域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。卷尺这些隐藏的小功能都学会了吗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朋友和家人，这样我们在下次测量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精准方便的来测量距离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